说好了吗？我也不知道。什么叫你不知道啊？啊？你母亲的心思你都不知道，我怎么会知道呢？你是他儿子，你却让我去说服他。对不起嘛，我也知道为难你了，啊，别生气，我也知道说不通的。他答应我和你结婚了。结婚？你跟我额娘说什么了？怎么这么顺利啊？你说什么了？她同意我们结婚了。你真是个伶俐的女子，谁都能被你说服。我的判断真的没有错的。你觉得不好吗？这有什么好的呀？你哭了，但是你想想，额娘同意我们结婚了呀。可是他没同意我们出国。他现在让我留下来做少奶奶，为你们家养儿育女。我们结了婚就是要养儿育女的呀。其实也是，但是你想想，他同意我们结婚了，两个相爱的人就真的能够在一起了，那在哪里又有什么差别呢？你怎么可以这样呢？我当初答应你，是想要帮你离开这里，离开这个尴尬的地方。现在非但你不能走，连我都要留下来，你说这有什么好？你别哭。但是我心里真的挺高兴的，我们可以结婚，我们就可以天天在一起，至少我最大的愿望都实现了。可是我的理想呢？你也知道的，我的理想是出国去学习。现在是乱世，我希望能够学成之后可以报效祖国，这也一直是我的理想，你也是知道的。那就先在北京学，就算是为我留下啊，就算是为我，别哭了。那你能不能为我，也为你自己，拿出勇气去争取咱们一起出洋呢？眼神，这真的，你想想，他已经答应我们结婚了，说明我们家都接受你了。你想想，说明我额娘她不是不喜欢你，她喜欢你啊。她同意我们俩在一起了之后，她都已经实现了。你要再提要求，她多为难啊。你就不怕为难我？我不想为难你，但是我想到我们俩能够在一起，那多好啊！至少我们的愿望都实现一半，不是吗？可那是你的一半，我的一半呢？啊？可能国外也没有我们想象那么好，额娘说的也不一定，额娘说的也不是全错的。我们结了婚，让人在国外打点打点，我们再过去，好吗？你口口声声向往自由，你舍不得放弃你大少爷的生活。自由我是特别想要的。自由你是想要，锦衣玉食、衣来伸手、饭来张口的生活，你也舍不得放弃的。可我额娘说的也没错呀。陆府就我一个儿子，我走了他们怎么办？那好，我问你，你说你没有自由，你想要自由，那你要自由做什么？我从小长到大都想要自由。如果我有了自由，我可以去我想去的地方，
做我想做的事情，爱我想爱的人。听着天恩的表述，秦彦生如坠冰窖，他无从道来自己走到今天这一步的真实心绪。原本并不确认的爱情，本来需要多些时间体认，却因救急而被坐实。秦彦生如鲠在喉，一时间他陷入了爱也不是，恨也不能的尴尬境地。少爷，时候不早了，睡觉去吧。你说这外国有什么好啊？外国小顺可不知道，小顺没去过。不过，外国应该很怪吧？你看城里那些洋人，长得就怪怪的，说话也怪怪的。就是，老话不都说了吗？就是京城好，哪儿也比不上咱们京城好。少爷又去哪了？这回少爷交代了，他送秦姑娘上火车了。这个不孝的逆子，凡事都与我背道而驰，心里只装着外人。时代就像一列火车，不停地前进，我们得上车，跟得上前进。如果不肯上车，那不就被时代淘汰了吗？你们的事我同意了，不过是同意你们成亲，不同意你们出洋。要么就留下来，踏踏实实的嫁到陆府，做陆府的少奶奶；要么就你走你的阳关道，别管天恩是否能过得了独木桥。怎么样？这些日子在宫里还挺好吧？挺好的。怎么看起来你好像显瘦了，也白了？也老练些了，看着挺好。想必在宫里一定已经习惯了吧？习惯了。那这些啊，都是为你准备的点心。这些都是我小时候爱吃的，老太太还都记得。当然记得。像你住在宫里啊，也不好特意让人给你去做。宫里的人也不知道你喜欢什么，只好等你到这儿来的时候，才特地给你准备的。谢谢老太太。来，吃吧吃吧。尝尝这个。皇上好吗？皇上挺好的，只不过最近皇上不怎么读书了。上课的时候，皇上都在跟师傅们商量一些未来的事儿，或者接见一些外臣。相对来说，我的工作就少了，就是陪站在一旁，闲下来了。那也好，事少不累人嘛。皇上他有的忙，太妃她上了年纪，也不能太操心。你得把自己照顾好了。我会的。皇上说最近要派些人到国外去办些事儿，可能会让我去，但是皇上还没考虑好，不知道究竟要不要去。皇上怎么要到国外去办事呢？这是新重用的罗真玉说的。他说他在日本住过10年，和日本方面的人比较相熟，所以皇上就派他联络日本方面的事。横竖，等皇上拿定主意再说吧。是。天恩呢？玉伦来了，怎么不见他过来说说话呀？是，去把少爷找来。
送走了秦彦生的陆天恩心里空了，思量了许久，随即做出了他有生以来第一次自作主张的举动，他要追求自己爱的目标。太太不好了！太太，什么事慌慌张张的，乱呼乱叫的，成何体统？少爷走了。这少爷只给小寿留了话。这件事情不能让老太太知道，不要告诉任何人。是。还有小帅儿，你现在去告诉小帅儿，让他把嘴闭得牢牢的。是。快去！此刻陆夫人隐隐作痛的心被一股莫名的怨恨撞击着，这怨恨已发展至痛恨。去，把这个送到无畏斋，让他那个爹来收拾残局吧。这个小畜生，心里只有齐延生。我的同学张慧婉每天都苦读法文，准备到法国去留学。她也跟我介绍了很多关于去法国留学的讯息，希望我能够考取跟她同行。我想跟爸妈商量一下，听听你们的意见。你喜欢读书是好事啊，爸妈一定支持，啊。不过你说你要到法国去，这就有问题了，因为你首先从来没有接触过法文，不说别的，就是考试也通不过，那怎么去呀？慧婉也只是跟一个修女学了基础课程，然后开始自修。我相信只要我努力，一定也可以的。你准备吧，我们支持你啊。还有一件事情，与这件事情有关，我也想跟你们商量一下。你说吧。我已经答应和陆少爷同行了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他跟你一块儿去，那算怎么回事儿啊？啊？他已经向我求婚，并且约定等我毕业的。不行，这绝对不行！你不能嫁给他。那你是什么道理啊？那少爷是一个长不大的孩子，这绝对不能嫁给他的。妈，你也许对他不完全了解。他是我奶大的孩子，我怎么能不了解他呢？我就是因为太了解他了，所以我不能让你嫁他。孩子，是你糊涂，你不明白呀。你光看着他长着一张俊脸，讨人喜欢，可他是一个没有担当的大男人。你不懂事啊，你年轻，没有担当的男人就是一团泥。他从小养尊处优，就是个泥娃娃，你绝对嫁不得他的。妈，不是这样的，他不是泥做的，他不是没有担当。
叶生，这样吧，你先出去散散步，啊，这事我跟你妈再商量商量。秦燕生对陆天原本有同样的疑虑，但是在母亲说出了他不知道向谁说，也不知道该说不该说的深层担忧时，秦燕生却本能地变成了一个呵护孩童的母亲，本能地要为天恩辩护。其实，与其说是在为天恩辩护，不如说是在为自己辩护；与其说是要想说服别人，不如说是要想说服自己；与其说是一个辩护，不如说是一个希望。这一切不过是自己和自己的搏斗。你这是怎么了？啊，叶生长这么大，你从来也没有这样吼叫过，今天怎么把话说得这么僵啊，让他难受？燕生是我们唯一的女儿，我不能眼睁睁的看着她往火坑里跳吧？你胡说什么呀？少爷和陆府怎么就成了火坑呢？我不会说，我也说不好。可我在那儿的时间最长，这陆少爷还有他们全家是怎样的情景，我比你们谁都清楚。我都受不了，这燕生就更受不了了。可你从来也没有说过受不了的事情啊！我是体谅你对陆家的感情，也感念陆家对我们的救命之恩。那你是对陆府有怨气，还是因为我一而再再而三的让你去陆府帮忙，还是他们做了伤害你的事情？我没有怨气，我只有担心呢。过去燕生跟陆府没有瓜葛，我自然不能在你面前说三道四的。可现在事关女儿的终身大事，横竖陆少爷这个人是做不来丈夫的。从小他性子就特别，见了漂亮的东西就发疯似的喜欢，比如看见漂亮的花儿，他一定要摘下来捧在手里，晚上睡觉都要放在床头。结果一翻身把花给压扁了，他醒来以后又会哭得死去活来。长大了，他的性子也没有改，还是那么不懂事，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完全不顾及别人。这都20岁了，心里还只有7、8岁的光景。还有那个陆夫人，她规矩大，尤其难处，总是让人紧张。她是个贵妇人，孩子不自己喂养，全都交给我。可孩子一跟我亲近，她又会无端地生出许多怨来，好像我要把她的孩子夺走一样。过去我感念老太太的恩情，拼命的忍耐，可我怎么好再把燕生往里面送呢？他回来了，你把眼泪擦一擦，一会儿出来的时候先别说话啊。哟，陆少爷，你怎么来？来，快请，快请。老爷呢？老爷在屋里休息呢。老爷，太太让我把这个交给你。
不用找他，过几天他自己会回来的。是。还有，告诉太太，让她不用着急，在老太太面前也不要多话，我自己会去说明的。是。你去吧。快点。啊，你慢点儿。美的嘞，太美了。啊，有吗？我实在是因为太想你了，所以我想给你个惊喜。我知道。你感受到惊喜了吗？你们家知道你来这儿吗？哇，我给他们留信了。他们会不高兴的。不会，老太太跟阿妈像我一样的喜欢和欣赏你。可你还有母亲呢。我额娘终究会答应我们的婚事的。我们之间还是个僵局，我们的分歧还是没有解决。我让你走，他让你留下呀。这里景色太美了，就不要谈这些俗世琐事了，行吗？别说了啊！怎么在发抖啊？冷啊？是。这是夏天，你怎么会冷啊？老太太又要进宫了。太妃若是问起天恩进宫当差的事儿，该如何回应？就说天恩又要成亲了。又是这个借口，上回就是的。灵芝过世，太妃也是知道的。事隔2年，天恩再娶也是情理之中，怎么会是借口？那以后怎么办呢？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。怎么能以后再说？既然要成亲，就得马上操办。要不真成了借口了，岂不是欺狷？那你就看着办吧。这个时候，又把难题提给我了。真让我看着办，那就进宫当差去。进宫当差有什么不好的？天安舅舅说了，这复辟的事儿，大致已经定案了。只要大伙合作无间，很快就会成就大事。皇上已经开始给大家加封了。皇上能够钦点天恩的将，这是多少人求之不得，多少人又……我说过，不许进宫当差。躲得了一时，躲得了一世吗？一世？还能有一世吗？好，就算现在依你们，那天恩成亲之后呢？这只靴子总有掉下来的时候吧？那就等这只靴子掉下来之前，让天恩跟燕生出洋。进宫当差的事儿我依你，娶秦燕生的事儿我依天恩，留洋的事儿不行。我还是那句话，我就天恩这一个儿子，他不能离开，除非我死。那就听天由命吧。但愿皇上和太妃能把这件事情忘了。只要没有人刻意的提起，
皇上和太妃忘掉这件事情，也是有可能的。你们爷俩不是都希望秦燕生来做陆家的少奶奶吗？我尊重你们，尊重她，但是你们好像忘了问秦燕生，她愿不愿意？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参见皇后，启禀皇后，太妃有请。我立刻就去。太妃有事情吩咐吗？太妃这里来了客人，是前朝的和硕格格。太妃请皇后、淑妃一起吃吃点心，聊聊天。天恩的事可能有点新的状况，他想再娶，正为这事儿费心思呢。这一时半会儿不能进宫当差，可能先得辜负太妃和皇上的心意了。看看吧，日后等他心静下来，再让他来效命。没事儿，他是经历过惨变的人，心里头一定很痛苦。再给他娶门亲事，说不定这样对他还好些呢。太妃偏疼他，体恤他，我回家跟他说说，让他早点把亲事定下来，先给太妃谢恩。哎呀，谢我什么呀？这媒又不是我做的。倒是玉伦，我这些天一直在想，今天你过来了，刚好跟你商量商量，是不是该给他说门亲事了？啊，有合适的姑娘，你去说说。玉伦才来跟我说，皇上可能要派他到国外去办事呢。臣死罪，臣办事不力。你起来吧，这事儿也不能怪你。内务府本来就是个烂摊子，谁也救不了。臣无能，臣有负皇恩，臣请皇上恩准，辞去内府大臣之职。那好吧，以后你就负责别的事情啊。臣叩谢皇恩。罗先生，臣在。你负责去联络日本，事情进行的怎么样了？臣启皇上，事情进展得非常顺利。臣寄往日本国内的信，都已收到回函。日本驻中国的几位代表人物，臣都亲自拜访。几乎所有的人都异口同声地说欢迎皇上访问日本。好，皇上这是胡闹。我也听说了，他最近重用了一个叫罗正玉的人，他要让他去结交日本的权贵，说是这样可以帮他心腹大清。我一听纳闷儿啊，你说靠人家外国人扶持成事儿，那他以后怎么答谢呀？该不是要到外国去当人家的二皇帝？
皇上毕竟年轻，或者太妃提醒提醒他，让皇上以后做事要仔细思量了再做。哎，儿大不由娘啊！我呀，也别多说了，免得人家讨厌。太妃多心了，皇上是个孝顺的人，他一向都很听从太妃的意见的。听也罢，不听也罢，我呢，也不想再多说了。我呀，已经老了。臣启皇上，世界之大，不只是日本一国，能给我朝援助的也不止日本。皇上应尽量多出国访问，以多得援助，而不仅限于日本。郑先生说的有道理呀。前些年，庄士敦先生还跟我说让我去英国走走呢。臣愿为皇上联络德法意美等国，使皇上行遍天下，广得援助。好，太好了！我把天恩的婚事跟太妃说了，这样很好。太妃也说了，先把婚事办了。太妃啊，有点不高兴。皇上最近的作为不大对劲儿，太妃说不动，也不想说。老太太，皇上大婚号称亲政，他身边的人比以前又多了不少，难免会有是非啊。儿子以为还是应该让天恩远离这些。我同意你的看法。天恩不好到皇上身边。最彻底的办法是让他出洋。可出洋，漂洋过海，风急浪高，人生地不熟的，岂不更危险？出洋是件大事，得好好的斟酌斟酌。其实，要避免天恩卷入朝廷，无需出洋，成亲即可。成亲之后，随即生儿育女，这也是很好的回绝办法。以后的事嘛，老爷说过，以后的事以后再说。说的是，赶快去张罗张罗吧。既然老太太让张罗，我的主张是，成亲之事能快则快。这么做，一方面可以让朝廷知道，天恩的确是因为成亲没有进宫，而不是找借口；另一方面，老太太可以早日抱上重孙。说的有道理呀，还是天恩的额娘头脑清楚。老太太，老爷，我先回了。陆正波当然不知道，早一点成亲的建议是陆夫人最后的一招棋，而且是招险棋。陆夫人是在赌秦彦生不会答应现在成亲，也赌秦彦生不会放弃他的求学理想。其实这场赌博不仅让他精疲力尽，也让他倍感痛心，因为他首先要承受的是等待赌博结果的焦虑，而这种焦虑几乎在结果来到之前，无论胜负，都差不多已将他击垮。陆夫人成了面临精神崩溃的女人。
给少爷。我拿到无为斋去，横竖你们父子一条心，你们爱怎么样怎么样。要娶媳妇，要干嘛，反正就这点家当了，我不管了，我什么都不管了。你想娶谁就娶谁，你别告诉我，进门你也别喊我娘。娘，我没法拿过去。回来！你去问问秦衍生，府上准备娶她了，问问他还有什么意见。你发什么愣啊？你去不去啊？你到底想不想娶那个姓秦的姑娘？你要是不想，你就早说好，跟你安排别的婚事。老太太还等着四世同堂呢。啊！家里之所以让我们早日成亲，还有一个原因就是，老太太尽管给太妃说了，说我要成亲，所以不能到皇上身边去了。要是我们不结婚，这说法就成了一借口。还有什么？还有就是家里舍不得我，老太太想抱重孙子，所以额娘让我来问问你，你有什么意见？我的意见已经很清楚了。不到出国的时候是不结婚的，一结婚，咱们就走。现在不是事情发生了变化吗？其实是你发生了变化。你动摇了，对吗？你不敢去争取，甚至于是不想去争取了，对吗？你害怕离开陆家，离开陆家的羽翼，到一个陌生的地方，你害怕了，对吗？我们只要能够在一起，不就行了吗？你是想跟我待在一起，但你不想跟我一起走。你甚至于希望我能够像你所说的那样，留下来跟你待在陆府，是这样吗？可以吗？两个不志同道合的人怎么在一起生活呢？怎么又是不志同道合呢？我们两人之间有爱，有了爱，什么不能面对，什么不能克服呢？其实现在不是在讨论我的态度，或者是你们家的态度的时候，我们的态度都非常明确了。我要你走，他们要你留下来。现在该是你做一个决断的时候了。谁都替代不了你的，田恩，你看着我。快。我的心是向你敞开的，我希望帮助你，我想要帮助你摆脱你们的家庭和小朝廷的羁绊，走出泥沼，而不愿意和你留在陆府，做一个不自由、不光明的人。来，一起来。不去。我去找阿玛，阿玛是支持我出洋的，也许我能说服他，请他也说服额娘。我去试试，好吗？我希望你到我身边来，你看，这里有阳光，很温暖的。